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呢继续学习花头。咱们上节课呢讲到了花苞的画法，我们这节课呢，要讲这个小朵花头啊，也就是说，没有完全开放这种花头呢是半苞的啊，所以它基本上啊也是没有完全这个长成，所以开的呢就不是很大啊，这是小朵花头。我们要画这种花头。还是把笔泡透之后先放着。然后呢，我们这节课呢要用大红、曙红，我们学一种新的调色胭脂、花青。好，还是拎起来之后呢，它是低的，我们刮几下呢，甩不低，这样就可以了。我先把曙红调到笔肚，记住是调到笔肚，不是调到笔根儿调到笔肚是什么概念的？就是调到一半处就不再调了然后呢，用笔根儿去吸大红。不要太浓了吸一圈之后就可以了。笔尖蘸胭脂，最笔尖处我们来点花青。好，我们来一个小朵的花头我今天就直接画了不讲前面的内容了，不重复先。好，我们来画，注意把这个花瓣的形状尽量让它活泛点。然后呢，我们用这个3连翻的手法去表现上面部分。注意笔尖一定要有一定的深度。好，我画3连翻。我为了这个头部不挡着，因为我这个摄像头是在上面的，我的头稍微前倾呢就会挡住。但是我这样的用劲会有点这个不太得劲可以这么说。所以我就只能把胳膊伸前面。然后我继续补一点深色，笔尖让它深一点。这个花苞呢，我们给它画一个是扣瓣的，这样过来，然后这样再过来一笔，然后我们稍微切两笔用深色切两笔。这个也是给它过来，这就形成一个扣瓣的这么一个花头。然后我把这个花瓣给它别过去一点这样会显得更漂亮它就2层花朵有一种这样环抱的这个感觉这个2个芽太重复了，我们给它修一下我们这是小写意的画法。现在呢，这朵花呢，因为我们画小花头不要太大，这是半开的我们在底下呢补2笔就可以了。底下这个推上去，这就行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不用画的太对称了然后我们这块来一个小笔这就是一个花苞这个花苞呢，看上去呢就是比较活我们画的花头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差不多都是这样左右不对称的。我们就是最忌讳画左右对称的，这就是咱们花头为什么有的人说你这花头显得特别活呢？这就跟这个有关系我把这个
销量比啊。为什么说你这个花头显得特别活呢？就是因为咱们注意了啊，一个是我现在就要给大家讲啊，花的结构啊，就说一个是不能左右对称的去画啊，你这面一笔，这面一笔，这面一笔，这面左右对称去画是不行的。我们建议大家呢是一面一面去画，画完这面画这面就不会左右对称了啊。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下笔的时候不能太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是前2节课教大家了吗？就是说怎么去练宽笔、窄笔啊，包括这个横向的宽窄和竖向的宽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这个运笔要有变化，就是说你宽笔和窄笔搭配着来，然后你画出来花头呢，它花瓣就不会太雷同。我们的这个花头呢，基本上要怎么样才算好看呢？就是一个花头里边不能有完全形状大小啊一样的花瓣，一幅画里边不能有完全形状大小啊，包括颜色方向啊一样的花头，就说我们不能画复制的花头，同样也不能画复制的花瓣啊。如果是那么画的话啊，就又学死了啊，又把这个画呢就学的就怎么画都不好看了。咱们这是小写意，小写意有小写意的好处啊，很多人还是挺喜欢小写意。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就是要学小写意的画法啊。这是一个这个卷起来的啊，包起来的这么一个花头。一般的来说啊，就是这样的花头呢，我们都用什么？就是比较小一点的啊，不太大。然后呢，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显得比较妩媚一点啊，我们就这么画它啊。我再画一个呢，虽然小但是基本上盛开的那种啊。我补点颜色。笔尖啊，沾一点花青。好，我现在呢来画另一个花头。这回呢，我们不画这种这个全包的啊。我在这儿画一个大花瓣，然后不让它包起来啊，这样的。好，然后我继续吸水啊。形态呢怎么有变化？就是靠你这个运笔啊。这样啊，我画的这个花头呢，这一朵啊不需要大家掌握，咱们把这个会画了就行啊。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这朵花头啊。这个呢就比较复杂一点啊，这是开起来了，就是整个花头呢，它是基本上有点怒放的态势啊。这个呢，给它张扬一点。我这个花头呢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因为这个比较复杂，我们不需要掌握啊，我们还没学到这块儿。但是呢，我想呢，给大家再多介绍一种呢花头。我们下节课呢要重点讲这个花头这个变化这个规律啊。这节课呢，我们先让大家熟悉一下这种半包的啊。半包的花头呢，其实画起来也是挺好看的。我下面这部分有人会疑问啊，这个下边这部分变浅了。对，我直接用笔尖吸水给它画的，笔尖和笔肚啊都可以吸水。这块是笔肚吸水，就画成了两边深中间浅啊，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啊，像有高光一样，这更好看。这也是啊，看看这个两边是有颜色的，而中间呢就有一点小飞白啊，这种感觉就是把这个花瓣这个光感就画出来了。这有点太齐了啊，
这样的更好。我现在呢，把这个花头啊，再给大家画一下。我再吸一点颜色，来点曙红，调到笔肚。我们以后呢会画很多的作品啊，在画作品的这个不断画作品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大量的临摹啊，逐渐掌握这个花头的变化规律。现在我们只是初步的在了解啊，笔尖再调点胭脂，最笔尖处啊来一点花青。我继续再画一朵啊这样的花头，给大家再演示一遍。这回呢我慢一点。是有2个起伏这样的，然后呢这块啊3连翻，其实我每次下笔也不能把这个花画的完全形态一样这也就是咱们这个运笔的好处，就是每次都不一样呢才有变化。我这回要尽量接近这个原来这个花头。好，然后呢我们来抠一下花心，这个来一笔，这块呢再来一笔，然后在这儿我们补充2笔。现在呢我们把它这个结构这块这个结构呢我们画一下。这个过来，然后把这个给它提过来这不就它俩就形态就现在是类似了。然后呢我在下边补几笔就好办了这个呢这块我们可以给它，我很少切笔这个就这样让它自然点，来2个芽就行了。然后我吸一下水，用笔肚这个跑出画外去了用笔肚吸一下水。我这在底下让它有点距离的地方拉开距离，别贴着它。先来一个大花瓣，然后我再补充这地方来一个小花瓣，这块呢给它再来一层。下笔呢也不要太有规律了少来一点深色把这让它变成2笔。这个就差不多了比这个有点大是吧？每次运笔的大小都会这个对这个花头的大小有影响的。然后呢这块再来一大笔我这是吸一下水，稍微补一点深色让它过渡自然。这块再来一笔这朵呢就比它大点，是不是？补充一下补充一下结构有点成斜坡了是吧？这样行。好，这朵呢又画完了我们今天重点呢就练这种形态的花头咱们呢就把这个掌握就行了。这个呢可以不学这个在下节课呢会具体的讲这个呢它俩是差不多形态这2个你愿意练哪个练哪个你2个都练也行，但是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种花头它的画法。然后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点蕊。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呢，我把这个距离呢拉近，然后我一个一个去照。好，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点蕊笔这是咱们点蕊笔。然后呢我给它泡透了之后，我还是给它刮，也是刮到不滴水。看到我这个小瓶了吗？这里边是藤黄加太白
我为什么提前调好？你不用总是每次啊都调，其实那样多麻烦呢。你就用一个小瓶，跟我似的。如果你光画牡丹的话啊，你正在学牡丹，你就拿一个小瓶给它调进去。它们俩的比例呢是，藤黄是4份啊，太白是6份，也就是说啊6:4。我是不是说反了啊？藤黄少啊，太白多，也就是说啊，那个太白呢占着6成啊，藤黄占4成。我再重复一遍啊，是藤黄少，太白多啊，太白是6成，藤黄是4成。好，像这种包心的怎么办呢？我们给它少一点点，因为表示啊，它这个芯儿呢在里边压着呢啊，所以我们给它少一点。点花心儿啊，要分组啊，这是一组，大小点结合。我再演示一下啊，什么样呢？是点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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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给它有一种压着的感觉啊，所以就方向是这样的。好，在这儿来一个点儿啊，这样的花心儿啊，分组点比较自然。再一个呢，我在教这个前一期的学员，我发现有的啊学员他这个点的啊距离都比较远，每一组啊距离让它近一点，让它这个点和点之间最好是挨上啊，这样显得比较茂密啊，不要让它分家啊。我再来啊，咱们再看一下啊，用中锋、长锋啊去点，也就是说前面是圆的啊，点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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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啊，出来的就像有点像什么啊，蛤蟆骨头啊，是那个意思啊。那小蝌蚪啊，我是东北人，我说话可能就容易带出东北话来啊，咱们别笑话。这是一组，然后呢，我们在它的旁边再来一组，不要跟它是平行的，最好呢要有变化。来啊，对，有起伏。哎，这又是一组，两组之间啊搭上，不要给它分家啊。这样的话，这一组啊，这一个花心呢又点完了，然后我们来下一个，这个啊，好，这个花心呢也是跟它俩差不多，也是这么点。啊，这是一组，然后呢，这一组呢被压迫的感觉啊，给它点出来。这是啊雄蕊啊，我们再点雌蕊。雌蕊呢，我一般的时候我净用什么颜色比较多呢？头绿和群青是我用的最多的。我今天呢先用群青啊，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笔不用算，有的人会去算啊，多麻烦的啊！我就拿个纸啊，稍微给它把这个笔这个颜色啊稍微擦一擦，还是用这个笔。然后呢，直接拿着这个管儿啊，群青的管儿，我往里伸，让它这个颜色浓一点，立在上面更好啊。好，然后呢，我们点点儿，点点儿，不要点正中心，点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忌讳啊，左右对称。这个往往有很多学员都喜欢啊，左右对称去画，不管是什么中国画啊，就是忌讳死板，不要左右对称，尤其是写意更不能死板。好，这个呢，你可以点这面，也可以点这面，你最好是把这个点儿呢点到茂盛的那一面或者高的地方那一面啊，会显得更舒服一些。好，我们这节课呢啊讲的内容并不多，但是呢却很关键。
好了，这几朵花啊，一定要回去好好练一练啊，因为这个练好了之后啊，你要再想画好看的作品就容易多了啊。这几朵花一定要好好的去练，反复的跟着视频去练。这是基本功过硬了，你怎么画怎么有理。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